其實佢會唔會有一日返嚟我身邊呢？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養過貓嘅人都知道，貓嘅感情係好細膩敏感。如果隻貓揀咗你，對你甚至屋企其他唔同物種嘅朋友，都會投入深厚嘅感情。即使最冷漠嘅貓，對臨終嘅人都能夠展現出關愛。但人類往往相反，通常喺等到失去咗，先至真正表現出強烈嘅感情。如果要為人貓關係定義一個深度，除咗話係難以取代嘅靈魂伴侶之外，喺某啲關係入邊，雙方嘅感情甚至可以超越生死。死亡並唔係終點，死後交流同轉世對佢哋嚟講，絕對係千真萬確嘅事。今集我哋就嚟傾下呢個禁忌嘅話題。可能有唔少人都有過類似嘅經歷，但現實中又好難同其他人分享，又或者曾經自我懷疑，究竟係咪傷心過度產生嘅幻覺呢？如果你係第一次接觸我哋呢個頻道，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繼早前第六感嘅專題，我哋介紹過英國異見科學家謝爾德雷克博士。佢嘅研究指出，有多達 75% 失去親人嘅人都曾經感覺到親人過身後會用某種方式返嚟探佢哋，而呢種現象喺寵物同近親身上都好常見。佢接觸過唔少受訪者都表示，當寵物喺過身或者被安樂死後冇耐，都會返嚟探佢哋。有時可能係幾日或者幾個禮拜內出現，而且通常喺第一年內消失。有啲人會話佢哋真係親眼見到嘅，其他人可能只係聽到叫聲，感受到觸摸，甚至聞到佢哋熟悉嘅氣味。另外，你可能都聽過有啲主人好肯定自己嘅寵物係舊寵物嘅轉世，因為實在有太多相似嘅行為同特質。如果你要問動物傳心或者能量療癒師，佢哋好大機會會答你話，寵物嘅目的通常都係一樣，希望延續關係，返到佢哋心愛嘅人身邊咯。而且每隻寵物都有自己嘅計劃，有啲可能好快就會離開，有啲就會做幾個月甚至幾年嘅守護者，有啲仲會安排新嘅寵物嚟你屋企㗎，教佢哋點樣喺另一個世界繼續陪住你。講到底，視乎你哋之間嘅感情有幾深，唔使擔心會佔用佢哋太多時間，因為佢哋一定會選擇對自己最好嘅方式，喺另一邊陪你度過悲傷嘅日子。仲有另一個世界嘅時間同我哋唔一樣㗎，我哋嘅幾年對佢哋嚟講可能只係幾個禮拜，甚至幾個月。以下我哋揀選咗謝爾德雷克博士曾經公開講過嘅貓嘅真實案例，同埋綜合港台日同其他國家主人分享嘅親身經歷。留意內容上我哋未必能夠完全驗證，期望帶俾大家唔同嘅角度思考，從而自行判斷。死後交流。 Teddy 係我第一隻貓。其實更準確咁講，係佢揀咗我。細個嘅時候，佢經常嚟我屋企嘅花園探我嘅。之後我哋就變成咗好朋友。佢令我呢個啱啱學行路嘅細路仔，覺得自己好成熟又聰明。村入面嘅人話，佢死嘅時候已經超過成20歲啦。喺 Teddy 過身大約2個禮拜後，我同媽媽見到佢條尾喺牆後面出現。之後幾年都再斷斷續續咁見到。直到幾年前我病咗嘅時候，先至第一次完整咁見到佢。佢當時企喺度完全冇喐，直到我認出佢就即刻消失咗啦。我哋至愛嘅貓湯臣係因為腫瘤過身嘅。3日後，我嘅丈夫本來唔信呢啲超自然嘅事，但喺當日佢好難過咁話，佢發誓見到我哋隻貓喺梳化後面嘅房度跑過。2日後，我燙緊衫嘅時候，突然間我肯定湯臣係喺度嘅，我仲想伸隻手去阻止佢跳上燙衫板。我當時好震驚啊！
根本嗰度係乜都冇嘅。有晚我隻貓 Jane 唔見咗，我見到佢沿住條巷仔走咗出去，點知係最後一次見到佢啦。而我周圍都揾過晒啦。幾個月後，係一個好熱嘅夏天夜晚，我瞓喺張床度，感覺有樣嘢爬緊上床，仲喺度拉住張床單。我好驚啊！但見到我隻狗仲喺房入面瞓緊，所以我以為係自己嘅錯覺，就繼續瞓咯。點知當我啱啱瞓着嘅時候，又有嘢拉住張床單，仲輕輕掂到我塊面，我當場呆咗啊！突然間覺得係 Jane 翻嚟話我知佢過咗身啦，叫我唔使再擔心。我同太太都感覺到我哋第一隻貓 Teddy 嘅存在。有日朝早起身嘅時候，我感覺到佢好似以前咁坐喺我個胸口度發出咕嚕聲，我仲聞到佢嘅氣味，連我太太都感覺到佢真係喺張床上面嘅。知道 Teddy 仲喺度，我哋覺得好安慰。轉世，佢離開當日，我個世界冇晒聲音同顏色。我喊住話，如果你仲可以做多次貓，就翻嚟揾我啦。但我可能揾唔到你，你一定要留低個標記，等我認得你啊。有一隻叫小綠嘅貓，喺2012年，一位太太嘅丈夫喺生日當日喺路邊帶翻屋企嘅。當時呢隻貓下半身已經癱咗，脊椎斷埋，佢哋就好似湊 BB 咁照顧佢，幫佢換尿片、做復健、日夜陪伴，最終奇蹟咁捱過嚟。2年後，小綠已經可以靠前腳跑嚟跑去，自己去廁所，活力十足。可惜4年後，小綠突然身體轉差，最後喺屋企人陪伴嘅情況下過咗身啦。又再過4年之後，呢位太太收到朋友傳嚟一張貓嘅相，希望佢幫手收養，而收養當日正係小綠嘅死忌。更巧合嘅係，呢隻貓嘅背脊竟然有一個6字形嘅花紋，就係當年呢位太太叫小綠留低嘅記號。佢離開當日，我喊到唔停，攬住佢隻腳細聲講：比比，如果仲有下世，就再嚟做我個仔啦！記住喺身上留低個紅色胎記，等媽媽認得你啊！我知道呢個約定可能只係安慰自己，但真係好希望可以再見到佢。比比係一隻陪伴女主人好多年，一齊過咗好多個低潮嘅老貓，由失戀、屋企人有病，甚至不孕問題，都靜靜咁喺身邊陪伴。但最後始終敵唔過年紀，幾年前喺女主人嘅懷抱中過身。當比比離開後冇耐，女主人竟然就懷孕啦，心入面閃過唔通比比翻咗嚟。當喺佢個仔出世後，點揾都揾唔到個紅色胎記，令佢都幾失望。直到滿月要剃頭當日，佢先至發現原來胎記一直藏喺佢個仔嘅頭皮上。我唔知咁講有冇用，定係自我安慰。啱啱我隻貓苦苦走咗啦，佢臨走前我不斷同佢講，下一世一定要幸福快樂，唔好再做流浪貓啦。苦苦係一隻10年嚟喺倉庫都冇人照顧，連飽飯都未食過嘅貓，直到遇到女主人，命運先至改變。苦苦過身後，女主人曾經喺社交媒體上發文，表示希望得到網民嘅祝福，就好似寫封推薦信咁，寄俾天父或者菩薩，幫苦苦去一個好好嘅地方生活，唔使再孤獨同埋受苦。2年後，女主人再次發文，分享咗佢個仔張相，竟然身上有2處明顯同苦苦一模一樣嘅印記。搬入新屋嘅第一日，我拉開窗簾，就見到佢靜靜咁坐喺花園嘅角落，望住我哋間屋。
之後每朝早佢都準時出現，好似等緊我哋咁。一隻叫德烈嘅貓本來有自己嘅主人㗎，但就係每日都嚟到呢位太太嘅後門，係咁望住佢哋，唔理天氣有幾差，講極都唔肯走。呢位太太表示，佢本身唔係愛貓人士，仲對貓狗有敏感，從來都冇諗過要養寵物，一直都只係諗住點樣可以趕走佢。但5年啦，呢隻貓一直默默咁陪伴，慢慢融化咗佢嘅心，甚至愛上咗佢添。有時佢都會覺得佢哋之間好似有啲靈性嘅連結，一種講唔出嘅熟悉感。期間佢寫過一封信俾德烈嘅原主人，話如果有日想重新安置呢隻貓，佢好樂意收養。但當時對方冇答應，直到後嚟原主人要搬走啦，先主動問呢位太太願唔願意收養德烈啊。我當時眼濕濕，只係覺得原來佢一直都係屬於我哋嘅。我一直都相信有啲緣分係一定會再出現嘅。一位女主人表示，曾經養過隻好有性格嘅貓，雖然陪伴嘅時間唔算長，但喺佢生命最後1個月，佢每日都好有活力，最中意喺屋企嘅地氈角落度碌嚟碌去，玩得好開心咁，就好似知道自己時日無多，好努力咁生活。喺呢隻貓過咗身嘅大約個零月之後，女主人收養咗一隻得7個禮拜大嘅狗仔。好神奇嘅係，當呢隻狗仔一入屋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就跑去好似好熟悉嘅地氈角落度玩。佢嘅動作同埋表情竟然同過咗身嘅貓一模一樣。我細個嘅時候都有個類似嘅經歷。我屋企隻貓因為車禍過身，我媽媽埋葬咗佢。但就喺當日嘅夜晚，有一隻同佢完全一模一樣嘅貓跳咗上個窗台，好似等住入屋咁。我媽媽嚇咗一跳，佢以為隻貓冇死到，但事實係佢真係死咗啦。媽媽當時打開道窗，隻貓即刻入咗嚟，仲以後同我哋一齊生活。佢嘅表現同埋行為都同過咗身嗰隻貓完全一樣。最恐怖嘅係，我哋呢啲細路根本唔知道我哋隻貓當時已經死咗啦。最後從科學嘅角度，暫時都冇辦法解釋到呢啲現象嘅真正原因。但係對好多主人嚟講，睇住身邊嘅佢由病情惡化，受盡折磨，到最後無奈要決定安樂死嘅過程，實在帶嚟好大嘅痛苦。如果離別嘅真相只係暫時，盼望確實可以幫助佢哋更快走出悲傷甚至自責嘅情緒，繼續生活向前。如果主子嘅靈魂喺死後真係存在，而仲會繼續守護住佢哋心愛嘅主人，咁唔知道如果佢哋生前被疏忽照顧、虐待，又或者純粹當係賺錢工具，命運又會點樣發展呢？希望今集內容可以為痛失愛貓嘅主人帶嚟一點力量，請好好照顧自己啊！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多啲向身邊中意貓貓嘅人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